中央空调的主机坏了3天了，一直没查到原因，让我帮忙查一下，看什么问题。这个接到这2天上啊，所有真空泵都不转。你接个220真空泵都带不起来，带不起来。完1、2年350，我就搞不明白了。完了导线也导不来。线没接错呀？没接错。线没接，这几个都一样，真空泵都带不了，主零线有问题。所以说找个这个线盘扯的电。从外边扯的。对。你知道它上一级在哪吗？去配电箱看看。它现在就是电压不稳，零跟火是350伏，或者零粮食中间这个是可能就是170多伏，就不稳。那电压一会高一会低呗。对。送上电这个零线就带电了。先我在这个地方测一下。这个电压有点高啊，这个快250了。这个220正常。这个这3项电压不一样。不一样。离火电压不一样。余地呢？你看余地都正常，余地都一样。余地之间正常，与零线之间不正常。还得往上找。稍微等我看一下，捋一下这个主线，在这，主零在这，在这个位置我测一下。这往里卡的，虚接了吗？还在这个位置它都带电，它里面是往上卡的。这个箱子就可以拽出来的，能看到吗？那里面有没有虚接或者是没卡好？它卡偏了，没卡到位，就是像那个插头插插座似的插偏了。回头它就把箱子拆下来，然后怼上去，怼好了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没怼好，怼偏了。这个找物业，等会儿过来看一下。但是拆这个的话，闸盒拿下来呀？能往外拽就出来了。它这就相当于一个插头和插座，这就像那个座，那个是头，插进去的。整个插的整个插的拽出来就完事了。下面就跟着物业的师傅去总闸停电，就是这一个电闸这一路，下边就准备断开这个总闸。今天是周末，空调都没开，直接断。好嘞。行，走，拆吧。是，没电，拆吧，搭把手吧。拆了以后就是你把它拽出来。往外拽，往外拽，拖好了。看一下另一下那个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变形了？变形了，这都歪了都打火了吗？卡的时候卡好了，再卡紧了就行了。这个保护套要吗？拿掉吧。还是要别掉了。这断了，就断了。这个也没卡好。R3 R1，这个应该拿掉的呀。可以了，我看也没氧化。翻过来我看一眼，
问题在卡紧呢。行，卡试试。你帮他拖一下。不好看啊，你从里边能看准了。啊，先怼上面这个。好，上面这个怼好了，别动，别动。下面偏。好，上面这个好。偏了。等等啊。好，下边好了。上面偏了。所以我去拿个头灯嘛。不用，好，往里怼，上下都正了，怼，对，往里怼，又进去了。对，都进去了，都走了。现在没电，实际往里看啊。没事，现在没电。我看啊，都是在正中间吗？好嘞，好是吧？好，都卡上了，好，拉紧就行。确定装的没问题，下去送电。好了。你按这一下别送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送吧。送上以后，这就好了吧？刚才都带个20几伏的电啊。这就好了，三相多平衡。哎，这就放心用吧。好。送电吧，给空调。现在预热着吧。好了，好。哎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台设备电人，一摸都电手，用电笔测量，外壳带了200伏的电，电笔显示207伏，很明显这是个漏电。还有就是不一样的位置，它测的电压不一样。你看，它还有变化，一会是0伏，一会是100多伏，间隔时间很短。所以工人干活的时候摸着设备，一会有电，一会没电，哪里的原因呢？它这后边有个配电箱，看一下配电箱里有漏保，全是漏电保护器。这个大的就是漏电电流是100毫安的，那一个也是。那它为什么就不跳呢？设备外壳带电漏电，在这个地方测量电压都会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？直接测这3相电对地，这个250多，这个有点高，这一个220多，这一个260多，不一样。就是电路有漏电，它电压都不一样。哎，零线你看，电压一会有，一会没有，它不一样。零线应该是0伏，这个电压一会正常，一会不正常。看，现在又正常，测中间这一项又不正常了，100多伏了，就这一项在漏电。零线0伏的时候，它电压正常，它电压一降下来，零线指定不是0伏，就是这么神奇，电路就是这么神奇。这就说明它这个漏电一会有，一会没有，一会有，一会没有。这么测过来测过去还挺好玩。确定这一项在漏电，就这样式儿的漏电，您猜是什么线路在漏电？它的设备还在工作，每一套工序还在运行。去找设备的控制柜，先用电笔测一下控制柜门，看带不带电，不能用手摸。电笔显示这个电一会有，一会没有。那这是什么电路在漏电呢？那就打开这控制柜的门看一下。这是加热的，随时嘎叽嘎叽的吸合的。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测着，哎，哪个吸合了？哎，哪个吸合了？哎，这个吸合以后马上就出现问题了。
这一路，确定这一路。第一个。正常220，吸合以后马上变成100多了。它这个接触器是给加热片供电的，温度到了它马上跳开，然后不断的加温跳开，加温跳开。1、2、3，机头这一块啊，前面这一个和它和它，拿完表。这2个加热片这有接头，现在电是断开的状态。拆掉这2个加热片，然后上指针表。一只表笔对设备的外壳，另一只表笔去测量加热片。从表上看，很明显是漏电的。这个加热片加热线是漏电的，另一个加热片没问题，就是这个加热片有问题，只需要把它换掉就可以了。有骗子把这个换了吗？就这个不好呀，就那个不好，换了接上线就好。它对地漏电，这个电是放不掉的，它漏保应该跳，它漏保没那么灵敏。你看啊，它这个设备虽然是放在地上的，这是水泥地面，这种接地没有打入地下那种接地好，所以影响了漏电保护器的灵敏度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这个加热片呢，漏电的地方就是在头这一块，这里打铁了，火线直接打铁漏电。他们换上了新的加热片，直接测它的输入电压就行。这就吸合以后120，现在吸合的状态，电压不变。再来主配电箱测一下电压，看一下这3项电压对地，在电路没有漏电的情况下，电压都相差不大，230伏左右，这是正常的。电路不漏电，测零线0伏。好了，现在正常了。另外，它这些设备需要做接地，就是把设备的外壳接入接地线打入大地。只有接地好了以后，漏电保护器才会跳得更敏感，有漏电第一时间跳闸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种8500瓦的即热热水器怎么用才能省电？大家跟着我这个案例来看一看。8500瓦，在家庭中属于大功率电器，1个小时8度多电。它这个出问题了，就是这个开上一会儿啊，对，这边就会跳，然后这边就跳了。对，然后呢？多长时间了？我过来1年多都是这个样子。它这个是40安的漏电保护器，按理说应该是能带起来的，为什么开上5分钟就跳呢？就光跳它是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它跳几次之后，外面那个总闸也会跳。外面总的也会跳。总的在哪呀？没看。总的在这个地方。总闸40的。线呢？进线还行，10个的进线。这个应该是分闸32的。这种情况是不是热水器一开电流太大，把总闸给带跳了呢？不应该呀，这个电流可以的。那还得去卫生间热水器这里看一下。我想通上电看一下热水器的情况。现在没送电。跳了吗？跳了，又跳了。啊？是的。一开就跳了。对，这一块。这样吗？这个闸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电闸也不行了。开不住了，控制不好了，电闸得换呀。墙里边的电线也不是太粗，它长期发热的话，它也会受影响。再打开看一下线盒里的线，2.5平方的，这种大功率的电器，这个线得4平方啊。里面呲呲啦啦的，现在是有电，但是你这个得换呀。2.5的线，这
这个得给你换呀，这个。哦，这个里面呲呲啦啦的，然后送上电以后它还没电，都有味儿了啊！里边都有味儿，里面都有味儿了。用电笔测他们家的线路是正常的，换一个漏保，出去买了一个新的，给它换上。还有这种电源线压线的时候要注意，尽量不要压到外皮。电线压到外皮会造成与铜丝之间虚接发热，虚接发热也会造成漏保或空开跳闸，或者是损坏。下面就看一下这种 2.5 平方的线，如果带8000瓦怎么去用。现在是换线是不可能的了，我用一个钳表给它掐一下电流，看得更直观。就是看一下 2.5 平方的线怎么能带动这个8500瓦的热水器，怎么用电流能小。它洗澡的喷头，热水器开机，然后打开这个水阀，喷头就出水，然后热水器烧水。首先它这个水阀你开的小，热水器它不烧水，它不用电。您看这个水流很小，看一下钳表的电流，也就是说现在热水器没有烧水。把水阀再开大一些，水流一大就开始启动了，开始烧水。明显这个水压比刚才大。您看就这么个水压洗澡可以吧？也可以。看这种状态下电流，这个电流还在变化，电流在17、18安左右。再把这个水阀开大，听见嘎哒一声，里面加热又上了一个档。看电流25安了，也就是说您把这个水开得越大，用电越多，电流越大。这个水流压力明显比刚才大。再开大一些，看电流达到30多安，它这个再开大都没有意思了，再开大我估计水流也就那么大了。看开到最顶也就是30安左右。就这个电流 2.5 平方的线有一点吃力，就是它会发热的，所以它这个线受不了，我得把水流给它调小，这个水流够用就行，尽量把电流保持在20安之内。这样看这个水流洗澡没问题。20安的电流4000多瓦，这样洗1个小时4度电，一般也洗不了1个小时，一般夏天洗澡也就几分钟。所以它这个水阀这个位置我给它刻个记号，就是每一次打到这个位置洗澡就可以了，别打太高。所以如果您墙里的电线不够粗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，把水流调小，它用电就少，而且一定要装漏电保护器哦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这个故障我闭着眼都能找出来是哪里的原因。我看你是冒皮皮打飞机。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？就是有时候经常那个跳闸，经常跳闸，还是和以前经常跳一样。那个闸在哪呢？闸在哪嘞？这是刚搬的家，搬家之前我给他修过一次，搬家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。他有时候总闸他都跳，总闸也跳，时不时的跳，时不时的跳他这个。刚开始吧5、6天一直没跳。完了有一天哈，他经常就连着跳好几门有时候一上晚不跳，用哈他，这就是接那个锯的啊？对，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就跳了。哎呀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故障是因为这个锯，它的地线接成了零线。这一次呢？这是个地线呀！我把闸拉起来。我上次都说了，这是个地线。那个黄的是地线啊，它不能接现在这是个地线，那头接了个零线。断电以后拆开看一下是不是？那是个地线，那接外壳的，和上次犯的错误是一样的。那头接设备外壳的地线，它接零线上了，给它掐断，然后这个需要接地的，接入大地的。我先把这个地线压在设备的外壳上，回头得给它做一个接地连上来。先送上电让他们干活。现在电路正常了，他们几个是我的粉丝，还天天看我的视频，还买了我的电笔，还不会用，还得让我教一下。
我教你怎么去用啊。电磁线装上了是吧？按这个开机，开了是吧？你测电压的时候怎么去测？按照这个去测。你看，这样是感应有没有电。按住喽，它就显示个对地的电压。你要测量3项电压对地是不是一样的，是不是电压一样的，相差不差，大差不差就行。你的电压还挺好，测零线带不带电，地线带不带电？地线带电对吧？地线带电。带电。它这个地线带电是因为没做接地，地线没导入大地，做完接地以后它就是0伏，所以它这个要做接地体。好了，这个活看似简单，其实也不难，只是它这个维修费花的是不是有点冤？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电网，这才叫电网，处处带电，处处电人。客户说他房顶的不锈钢网电人带电，电比一靠近都滴滴的响。我测一下电压。哎呦我操，电人了！是吧？你小心点了，你戴手套。电手啊！我穿球鞋没事，但是我如果让你穿鞋起来，你穿鞋去。你手不是身体不能靠这个墙。不能碰是吧？不能碰这个墙。150多伏。我手碰到网了，我电了。用没戴手套？不用戴，是我的身体碰到墙了，然后碰到网以后它。真是。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几天前开始的。160。这整个这个都带啊？整个网都带。那边一块。然后这就是碰到有电的地方了，得找那个碰到电线的地方。你从哪里边测的？有可能是那个空调。有空调的事儿。空调室外机那一块有线。单独一根线的。你把空调拔了吗？拉下来了。空调现在是拉下来了。空调现在是拉下来之后那边还没电。给你把手套戴着。我想看看哪个闸。啊，这个闸嘛，这个闸没保线，这个闸上没保线。看一下它的配电箱，在窗帘后边。我先拉闸断电，拉掉插座和灯的电闸以后再去测量。没了，拉了以后你家就没了。这个漏电是你家的造成的。然后再把空开一路一路往上送，看哪一路有电。把空调拉了，你送一个。送完了就有了100多伏。哎，它100多伏是哪的呀？从哪漏的呀？墙也带电吗？墙也带电。墙也带电了。墙也带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家这个电是最低漏电的。我是不是上面这个顶对墙上面？哎呀，这怎么缠上？这是拉上的啊。这些平房的电路都20多年了，这墙里的电线老化严重。去配电箱看一下，打开配电箱，看有没有新发现。那个没有保险。不是没有保险，是漏电保护器都坏了。不是你们都没用。没用。当时好像是一接它就跳，一接就跳，就没用。你给我接上吧，麻烦你。一接就跳，它是漏电的，它这跳。先用电笔验电测一下火线，哎，370多，这又不正常。零线205伏，应该是0伏，这是有问题的呀，它进线是有问题的，这是个意外发现呀，零线带200多伏啊，很明显火线是有问题的，它的进线是有问题的，这和它外边的网电人有关系吗？等找到问题我再分析一下。现在可以确定它这个线路是漏电的，那怎么测一下呢？怎么测漏电呢？它这没有地线，那对主零线又带电。我看到了它的窗户外边有个防盗窗，不锈钢的防盗窗。漏，你家这路线漏电的，火线轻，零线漏电严重。
它这个漏电是不是房顶有线路漏电呢？上房顶看一下，就是一个不锈钢的防尘网啊，没有电线，上面没有电线。刚才怀疑空调外机，测空调外机100伏。空调外机如果不接地，它外壳带100多伏是正常的，但是今天这个我感觉不正常，因为空调没送电。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站在邻居家的房顶测电压很高，100多伏，站他们家自己的房顶只有10几伏，一墙之隔一步之遥，测出来的电压都不一样，就有100多伏的电位差。这说明还是他们家的房顶在漏电呢，那就去找房顶漏电。还有这个晾衣绳，前几天才换的，以前是铁丝，每一次晾衣服都挨电，每一次碰到上面的网就挨电，所以最有可能就它这个屋，它这个灯线路出现过问题，就是灯突然亮着亮着不亮了，换了新灯泡也不亮，他们怀疑线在房顶断了，然后走了个明线，它的灯线接头在这。这下面是开关，火线过来，火线上去，零线，房顶走了。现在标多了，测着啊，测着呢，测零线啊。我给你测两线。好了，好了，这个呢？火线呢？火线本来就不漏这个。怀疑的没错，还真是往房顶走这个灯线路在漏电，这一掐就好了，它这个线都没套管。零线接地了，零线漏电严重，零线接地了，零线带100多伏，也就是说整个墙体都带100多伏，带200伏。其实这个零线早就漏电了，只是以前零线不带电，现在突然带电了，导致整个房顶都带电，房顶的铁架子也带电。现在把这个漏电的电线掐断以后，看一下铁架子还带不带电。现在漏电保护器给它恢复了，接上电线以后送上电，如果有漏电它就会调漏电保护器，把电送上以后再去测这个不锈钢网，看0伏0伏，刚才100多伏。还有一个电人的东西，它的笔记本电脑，测一下外壳对地230伏，它经常被电一下电一下，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是一个对地的电压。再测一下它的插座，火线350多伏，还是那样，零线180多伏190，看过我以前案例的师傅都知道，是外边的线路是有问题的。这种电压对用电是有影响的，你看零线都带200多伏，人如果碰到零线会被电的。火线300多伏，我这个电笔能显示到400伏左右。再用望远表测零火之间的电压220伏，所以说他们的电器都正常用电。这种情况安全吗？不安全。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来不安全。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。至于那个电压对地电压过高的问题，那是外线的问题，他们把情况反映给了村里的电工，所以我就不参与了。这种情况一般是谁家单向是对地漏电的，导致电压异常，这个要排查，可能排查整个村庄。给大家简单聊一下视频中那种故障现象。说到现象得看图，就是咱们农村乡村那些电路，就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工厂，很多都是这种系统，这叫 TT 系统，这叫 TN-S 系统。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呀？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不想啰嗦啊，因为讲不清楚的话，对视频中那种现象不好理解。变压器高压变成低压，输出3相电，都是这样的，输出3相电，3火1零，零线是 N， 然后它的中心点是接地的，接地的就是打入大地这个接地体。地线、零线分别从这个中心点引出来，供设备的外壳用220的洗衣机外壳也是接这个的。零线、火线、三相电设备也是这样的，就是工厂您用3相电，家庭您是用一根火线、一根零线、一个地线。
你说我们家是没有3项电，你家用的是这根火线和零线，邻居家用的是这根火线和零线，旁边的邻居家用的这一根火线和零线。所以说视频中的现象是有一项火线对地漏电了。对地漏电，我以前的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的。咱们用电笔测量，为啥用电笔测量啊？用电笔一测，它是测的这个火线对地的一个电压。一般是电笔干啥用的？测有没有电，是测有没有对地之间有一个电压。咱这么说吧，如果这项火线通过设备外壳或者是线破皮了，对地漏电了，大地是个导体，它会形成一个回路，形成一个回路。地上带电，地上这一个也是扩散的。在电路不漏电的情况下，用电笔一测，对地应该是220伏，就相当于邻火之间的电压，对地220伏。结果这一项对地漏电了，你站在地上测量，它们之间的相位差就变小了，就变成了100多伏，或者是10几伏都有。但是您测这一项和地之间的电压，这个时候再测，就相当于测2根火线之间的电压，因为它的电对地漏了，地上都是它的电。您站在地上再测，是测这根线和大地之间的电压，电笔是测的对地之间的电压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用电笔一测，火线300多伏或者400伏，一般情况是其他2项有一项是对地漏电了，而且漏电很严重。一般说零线接地或者漏电有没有危险？你像零线它本身就是接地的，它零线如果对墙体漏电，对大地漏电有没有危险？正常应该说没有危险，对吧？都是0伏。但是说一旦是一项火线对地漏电，它们之间就不平衡了，它都不是0了，它们之间是有电位差的，咱们说是有电压差的。所以说人碰到以后，一旦它漏电或者是火线漏电，就会出现电压高的情况，也是很有危险的。说的有点啰嗦啊，大家多担待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